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最近以来呢，一直提到美股将要出现一轮反弹。那这轮反弹行情呢，是符合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规律的。那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到了美股做出了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它就有机会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4小时级别这里面有了一个标志性的反弹阳线、悟空阳线，正在酝酿的是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有机会走出日线级别的反弹。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标志性的反弹 K 线，目标点位呢，我们看到34000点附近。那这轮行情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黄金和比特币道指和黄金、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指标。那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的过程当中，黄金和比特币由于避险功能的出现，所以呢，黄金引领比特币出现上涨行情。但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一旦走反弹节奏，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黄金也好，比特币也好，都在高位震荡之后出现了回落，特别是黄金已经连续3根阴线，而比特币虽然在上方出现坚挺，但是呢，这个坚挺的结构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了它是以横带跌走出了这样的结构。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同步黄金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10月24日8点的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对于比特币来说，始终处在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做出了收敛三角形。那么悟空阴线标志性阴线走出来之后，那再往下走呢，就可能会走出4小时级别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从而引领比特币完成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4小时级别的调整。同时呢，在比特币高位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以太坊对标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是存在一定机会的。我们把它敲到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可以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它的这个交易对下跌过程当中，从缓跌到急跌变盘的这个位置是接近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发生变盘之后，周线级别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由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当时预测它也符合了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位置上有很大概率做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这里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反弹比较明显的出现了悟空阳线，目前反弹过程始终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如果能够一旦完成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的话，完成它的4小时级别反弹，那么以太坊将会出现一个领涨行情。同时我们看到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它也是略显强势的。那它的强势回到 USDT 的交易对上，我们可以看到跌破收敛三角形之后，到达下方筹码密集区形成的在$1520附近的一个支撑位。到达这条支撑线之后发生反弹，并且构成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情当中焦点位这个位置构成了对价格的一个吸引力作用。那只要不跌破$1750这个重要的支撑关口，以太坊在横盘震荡整理调整之后是有机会走出一轮周线上涨的。那在周线这个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上方就有机会到达$2100附近，也就是到达周线级别黄色线144均线$2100有这个需求。那比特币在高位横盘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是山寨币爆发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从我们多空数据最近几个交易日的表现来看曾经看到15分钟小时线和4小时级别上出现了非常多的山寨币轮动现象，但今天这种轮动出现收窄也就是说比特币高位调整之后接近尾声了，所以呢，山寨币
多头变得少了，但轮动还在继续。这里面呢，我们应该关注热点板块、热点币种，特别是 AI 困上有热搜榜的一些币种，可以进行重点关注。那么今天有一个大涨币种是我们行情当中的一个榜眼那么我们看到SNT 在今天的表现当中突然暴涨了将近100%，巨幅上涨之后，我们回头来看它的最开始上线的平台是 OKEX。17年上线 OKEX 之后，我们看到直窜到0.6美金附近之后，一路暴跌，直到20年行情重启之后，它的最高价格接近0.3美金。那么这轮熊市一度下跌之后，在底部形成黄金坑，那它的黄金坑位置我们可以通过收敛三角形去画出来。首先呢，高点0.3美金，下方平台一个最重要的支撑位大概是在0.036附近，这个位置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支撑位在近焦点附近跌破之后，进入到黄金坑的区域。那么我们看到黄金坑大概的位置是在0.02这个位置形成黄金坑之后，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内出现反弹行情，并且逐渐突破水面。这个水面呢，就是在0.03附近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波谷的这个位置。突破之后连续上涨，在日线级别上，目前我们看到了一轮新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突破筹码密集区之后，它的上涨空间将被打开，目标点位是在0.09附近。这个位置呢是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新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对于 SNT 突然性的上涨，上方空间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会出现可能的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对于目前 SNT 来说还有一定上涨空间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SNT 上线币安较晚，它是一个币安平台相对次新的币种。我们看到23年5月19日 SNT 上线了币安，目前处在一个币安的次新币种序列，所以呢，它的筹码相对来说底部筹码分散。对于这种底部筹码分散的币种，已经完全打散的币种，还是比较容易拉升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2天的行情出现了成交量和价格出现了同步上涨，所以呢，这轮上涨可能是有日线级别上涨机会的。但是由于今天上涨幅度过大，进场的时候一定要勒好止损。同时呢，次新币种 ARK 呢，在最近2个交易日内出现了高位震荡、横盘整理，并且呢，脱离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收敛三角形结构。可以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是4小时级别的，那么它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附近脱离结构，以横带跌。那么在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上涨过程构成了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它的调整可能会出现4小时级别调整。那么4小时级别调整，我们要考虑它调整过程当中不断的以横带跌也好，直接回落也好，会接近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所以呢，耐心等待 ARK 强势币种的一个进场机会。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ARK 和 SNT 和今天最热门币种 SNT 非常类似，都属于23年初到23年中旬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的次新币种。那么对于这些币种，在牛市初期有非常多的暴涨机会，那么炒币呢一定是炒新不炒旧，所以呢这些次新币种往往是容易受到资金关照的板块。那么又到了我们躺平秀肌肉的环节，我们的 AI 策略呢目前已经开发出来3种。1、2号策略呢，在跑了2个月之后，目前最大的盈利是25.32%2个月跑了2个月25.32%，那最大的年化呢是143%。那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这2个策略相对来说比较稳的，目前最大回撤是3%左右最大回撤是3%。如果一旦回撤达到10%的情况，我们会将资金直接转移到从合约账户转移到资金账户，立即停跑。只有客户在这个资金账户手动去转到合约账户之后才能开跑。
那么 AI3策略是一个对冲策略，很快将会上线平台，到时候欢迎大家去体验。目前在测试过程当中，资金使用率是30%到40%，相较于 AI1和 AI210%的资金使用率，AI3风险较大，但是 AI3的最终的一个回撤也是10%，然后主动把资金打到资金账户，这一点呢和 AI1和 AI2是相同的。它的最大风险是相同，但是AI3的策略考虑到是一个大幅波动或者是单边下跌的它是对 AI1和 AI2的一个补充。AI1策略和 AI2策略更适用于单边上涨、波段震荡、下跌后反弹这样的行情，但是 AI3策略呢适合波动较大、上下波动特别大，然后可能会出现单边下跌的这种行情。它的作用呢是对冲 AI1和 AI2相对来说 AI1和 AI2策略是非常稳定，但是 AI3呢它是一个对冲策略，所以呢在布局的时候建议这两个策略的比值是5:1或者4:2这种比例。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